尊敬的面粉们好，今天你们赚钱了吗？哎嘿嘿，应该是赚钱了吧？今天面具人来给大家带来点干货啊！今天我把政治经济都给大家讲了。节目最后呢，我继续会给大家分享我的加密货币的操作思路，以及我对整个加密货币市场接下来走势的判断。那节目开始之前呢，请打开屏幕下方的点赞、订阅、小铃铛，否则呢，错过了面具人的财经讯息、政治风险预警，而导致了你没赚到钱，或者是被政府的恶性政策割韭菜了，可不能怪我哦。如果你看面具人的节目赚到钱了，找到商机了，就请将这个节目转发分享到3个平台以上，截图发送到我的邮箱，并且附上你的狐狸钱包地址，就可以参与抽取这个月的 NFT 大奖了，都是可以交易的真金白银哦。中奖人数是10人啊，这些都是钱啊，多多转发就能增加你的获奖率。好，来讲正题啊，先来说大家最关心的，这马上就要到5月份了啊。就是这个5月份的议息会议，你们看啊，2个月很快就过去了，是不是？又要到了加息月了。北京时间4月22日上午1点整，美联储主席鲍威尔、欧洲央行行长拉加德、英国央行行长贝利，还有其他的一些金融政策的制定者们，将参与 IMF 举办的关于全球经济的小组讨论，并且发表讲话。鲍威尔直接就在讲话暗示了，这一次加息啊，要再加50个基点，符合市场的预判。今年美联储要连续加息。同时呢 ，IMF 还发出了警告，说中国的经济放缓会影响全世界的经济，希望中国把经济放缓的这个毛病给改掉，解决掉这个问题。各位看到没有？世界就是这么的现实。什么西方民主国家、自由国家跟你谈什么人权这了那了的，可是呢，一旦伤及了他们的利益了以后嘞，他们就不跟你谈人权了就告诉你中国该复工复工，赶紧让这帮奴才去干活就赶紧干活，你不能因为你中国什么封城了不让上班了，影响经济了，从而呢搞得全世界的经济都不好。赶紧习近平把你的奴隶都给老子管好。各位看到没有共产党怎么盘剥压榨中国人，对西方人来说都无所谓，人家跟你又不沾亲不带故的，对不对？只要你去压榨中国人，能换取经济增长，西方人是不介意你怎么压榨血汗的。但是呢，你中国经济下滑，人家就不乐意了。大家来看这张图，这次的加息会议是从5月4号开始宣布决议声明，在那一天基本上就能得出初步的结果了，加息还是不加息。然后呢，到了5月25号才会发出纪要，而这中间的时间基本都是真空的，美联储不会对外界有任何消息的宣布，所以呢，在这段期间呢，市场就会有着非常大的不确定性，人们的心里也都会有着非常巨大的不安，人们的心里都会有着巨大的恐慌。But 这些都不重要。因为市场的走向是由媒体和庄家操控的，媒体包括画一个 K 线呀、拉个盘呀，就能引导韭菜们的操作。所以呢，在市场越是恐慌不确定的时候，韭菜就越容易做出极端举动。从现在开始算到5月4号还有一段时间，1个多礼拜吧。那面具人，我告诉你们接下来的1周很关键。我认为接下来的1周会出现比较怪异的行情波动，我也不能说比较大的行情波动吧，我只能说比较怪异但是呢，我个人建议你们目前还是可以在4万的位置用一部分资金先建点仓，站住坑免得自己后悔。把坑站住了以后再做决断。这个仓位你可以控制在10%左右。其实呀，做金融你们的心态要好。鉴于最近有很多人给面具人我发邮件呀、发私信呀，讲了很多悲伤的故事，诉了很多苦。有些事情呢，听起来也确实是挺令人揪心的。但是呢，经济损失这种东西，一旦造成了，那就没办法，钱亏了就是亏了哪怕你以后赚呢，但是你赚来的钱是赚来的钱，亏掉的钱是亏掉的钱确实挺令人心疼的。
鉴于很多人给我讲这些悲伤的事情啊，这样吧，我给你们来分享一个干货啊，我来给大家讲一讲操作心态技巧的干货。这些东西是可以避免你们资金损失或者是被骗的啊。你们想学不？想学的一定要仔细的听完今天的节目。面具人，我想先问一下你们在座的各位，有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啊？有的请留言打1，没有的请留言打2。那就是你在对自己的资金进行某种操作的时候，由于受到了某些人或者某些消息的影响，然后就做了另外一种操作，或者是根据某个消息的源头做了符合这个消息或者是符合某个人引导的操作，最后呢，当自己把这个决定做了以后又后悔了啊。各位，你们有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呢？在你本身没买币的时候，因为看到了群里面网友们的带节奏，你受到了影响，然后你就去买了，你一买它就跌了，或者是你本来就不会亏钱的，但是当你受到了某种恐吓的节奏以后，把你吓得割肉了，你刚一割肉，它就又涨了。各位，你们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呢？由外源力量导致了你做出了某些极端的举动，或者是错误的举动，然后呢，你又后悔了。各位，你们知道这是为什么不？因为你太善良，并且呢，你对自己不负责任，综合起来说，就是愚蠢。你们既然在币圈里面搏杀，你们为何还要相信别人的话呢？为何要相信别人都是好人呢？我来告诉你们啊，币圈和传统的股市不一样。币圈现在啊，就目前这个阶段，几乎是没有任何实际产能的。币圈是纯粹的资金流动游戏，先来的割后来的，只要泡泡一直吹，就能一直割，直到泡泡吹不动了以后，泡沫破裂了，总有人要接最后一棒。那么你想在币圈赚钱，就意味着别人要亏钱。那基于这个逻辑，面具人，我告诉你们，你在币圈最不应该信任的人有3大类。哪3大类？各位，你们可以猜一下，我给你们5秒钟时间思考一下啊，大家一起留言。5、4、3、2、1，叮咚，时间到。在币圈，你最不应该相信的3类人有项目方、群友和像面具人我这样的网红博主。为啥呢？来，我告诉你，群友拉你做什么项目呀，告诉你卖了什么买什么呀，告诉你做什么事情一定能赚钱呀。赚不赚钱我不知道，但是他这么告诉你，一定是为了要让你亏钱。为啥？你不亏钱，他是不可能赚钱的。听明白了没？因为他拉你做某个项目，他一定是在你之前已经进场了，那么你在他后面进场了，你进了，他就解套了，他就把你割了。明白了没？这就是目前币圈的现状，因为币圈没有任何实际产能，只能靠先来后到，前面的割后面的。好，我再给你们说，传统的什么上市公司项目方呀，它的股价和股民是相关的。上市公司的股价崩盘了以后，那股民也就完蛋了，可公司也得完蛋。而且项目方的老板一旦破产，一旦是股价崩盘，这种老板几乎就只剩跳楼一条路了啊！上市公司一破产，他会很难受的，因为上市公司的审核很严格，代价很大，并且呢，股份制搞得他的资金被限制的很严格。但是币圈的项目方就不一样了。首先，币圈的项目方他们没有商业梦想啊，他们就是想赚点钱捞一票。币圈的项目方大多都是乌合之众，他们没必要去做什么好事业，没必要把生意做大，没必要搭建一个什么商业帝国。听明白了没？他们要做的只是发个币，发个 NFT， 然后呢再找几个社区群头，找几个博主推广一波，给博主分点钱，然后呢大家一起把韭菜的钱掏出来，把钱赚到了，
把钱拿到手了以后，随便出点什么个鸡巴玩意儿 NFT 呀、币呀、网站呀，应付一下投资者就完事儿了。至于这些投资者，你们死了活了不重要，因为他把钱都已经拿走了，他的目的达到了。而你们呢，亏钱赚钱和他们没有半毛钱关系，只有最多的算是有个良心一杆秤吧。不过呢，良心能不能当饭吃，良心能不能当钱花，待定。所以相比上市公司对股民的共同发展、利益共同体、赚钱分红之类的，币圈的项目方更像是把投资者当成提款机、存钱罐儿。他的目的始终都是从你的口袋里把钱拿走，至于后续无所谓了啊。更何况呢，币圈的项目方大多都是匿名的，对不对？别说是把你钱拿走了，就是把你骗了，你又能把他怎样呢？有时候呀，面具人我就感慨，什么样的客户培养什么样的市场。你们可以环顾一下你的周围啊。你干啥？看，把我的鸟都听生气了啊！不要叫，摸一摸。啊，我刚才说到哪儿了？有什么样的客户，就有什么样的市场。你们环顾一下你的周围啊，这些币圈的群友、网友，他们也都几乎是胸无大志的人，因为币圈几乎是没有任何操作门槛的管你是小学生还是幼儿园毕业的只要你有钱就能进场玩。这也就导致了这个圈子里面的人的素质普遍是偏低，素质偏差，而且呢，专业能力也是偏差的。这些人呢，他们也都是胸无大志的，他们的目的几乎就只有是，我先进场，然后呢，我把你割了，大家比谁先跑得快。至于什么商业模式呀、商业逻辑呀、市场发展呀、生态建设呀，很多人几乎不在乎，他们要的就是我今天割一割，明天割一割。可问题就来了，钱它是钱，钱有价值，它才能称之为钱那不是空气大家都是这么想的，赚一赚，割一割，哪儿来钱？哪儿来那么多钱让你割呢？哪儿来那么多人让你割呢？是不是？大家都目光短浅。那也正是因为有这种客户占了绝大多数的比例，那作为项目方来说我可以给你吹牛逼呀，什么第二人生呀，什么3天回本呀，1个礼拜回本呀，只要你敢信，我就敢吹；只要我敢吹，你就敢信，这就形成了一个闭环什么样的客户培养什么样的项目方，什么样的人民养出来什么样的统治者，明白了没？所以呢，你在币圈，你最不能信的就是项目方，至少是大部分的项目方不能信。有多大部分呢？99%吧。项目方是你最不应该信的。之后呢，就是群友呀，拉你做某种项目的呀，比如说，你现在做的这个项目不好，把它割了，跟着我去做，我告诉你一个赚钱的机会，这个项目你买了立刻就能赚钱。这种人是最坏的，因为这种人他就不负责任，他根本就不会关心你的项目好与坏，他只在乎你能否把你的资金撤出来，去跟着他做他的项目，然后他把你的钱拿走。听明白了没？所以呢，网上的这些不知名的陌生人呀、网友呀，你连认识都不认识的这些人就更不可信了。再一个呢，就是我们这些网络博主，你们想想这些币圈里面的群友、群头、网络博主靠什么挣钱？当然是先来后到呀，前面的割后面的呀，或者是帮项目方带货拿提成，博主赚的就是这个钱。你干啥？想握手？他嫌我不跟他玩，有点生气了。博主靠的就是帮项目方带货呀，拿提成呀，所以呢，博主的目标、博主的目的和项目方是一样的，要从你的口袋里面把钱拿走，他才能分到钱呀。所以呢，作为站在我的立场上来说我非常不应该说这种话，那就是
你们以后呀，针对这些投资推荐、投资讯息啊，尽量不要听，尽量不要迷信我们这。干啥？怕我说实话了？怕我说实话影响你的生意啊？不影响我的生意了？影响我的生意，没人给你买鸟粮了，是不是啊？看我的鹦鹉都不让我说实话，闭嘴啊！把嘴闭上。你们以后在看网络节目的时候，哎，我也知道你们的习惯啊，觉得找不到什么好的投资项目，或者是投资了某些项目心里面慌，想在网上找一找看看名人专家怎么说的。但你有没有想过，名人专家他是否都是有目的性的？他为什么要说这些话啊？比如说我推荐一个项目，我的目的是什么啊？我是为了你好呢，为了带你做生意呢，还是为了你看到了我的节目，我说哪个好，你把它一买，然后我拿到提成呢？所以呀，面具人我对我自己的定位啊，不是什么网红博主、名人之类的，我个人定位是商人、企业家，我是做生意的，不是卖假药骗人的，也不是网络喷子。我从来不推荐什么交易所的二维码反佣呀，去带你们高频率操作呀，你们操作了亏钱赚钱了，反正我都赚钱啊，赚那些什么高频交易费呀，真的说实话啊，注册个什么二维码赚那点钱，这样太累了啊，因为我根本就没有必要去赚那种毛毛钱、快快钱，我有的是赚钱的办法，你们也一路看过来，我面具人是怎么赚钱的，对吧？我推荐的项目。你疯了啊！摸一摸，摸一摸。我这个鸟啊，嫉妒心强得很。我跟你说啊，在周围没有人啊，周围敢有个人，我跟别人一说话啊，他才发疯呢啊！我跟我老婆有时候一说话，我的鸟更发疯。继续说正题啊，我讲过的项目，我做过的事情，你们都可以追溯一下。我不管你们买不买，反正我推荐的项目我自己都买了，你们买了我更会买，听明白了没？就拿最近的 Worthindia 来说，我就买了2万多个宝箱，我目前的排名是全球第4。如果我被甩出了前4的话，我还会加仓，因为我要那前4的大奖。其实说白了，我们投资项目投的就是信任，项目方是完全可以决定你的死活的。但是呢，市面上的项目那么多，该信哪一个？说不准了吧？面具人，我只能说格局很重要啊。首先，面具人我不缺钱，我不会为了什么赚项目方的一点点广告费呀、推广费呀、代言费呀，就去做什么事情。你看推广交易所的那点钱，面具人我赚过没？我掐过烂钱没？面具人出道到现在，我为哪个组织服务过？我为哪个交易所服务过？还是为某些政治团体服务过？啊，我做的事儿，我必须要摸它。我做的事儿，狗狗币、AVAX 养鸡，哪个不是几倍、几十倍的利润？我自己就是在做这些事儿，我的记录就摆在那儿，对不对？我就是靠这些挣钱的，靠我的投资能力、投资眼光去赚钱的。你想跟我赚一样的钱，那你就跟我做一样的事儿，你就去做。其实有时候啊，我的会员也在问我，发现面具人和别的币圈交流群不一样啊，我的会员群不是一天到晚的就推荐这个币那个币啊，让你买这个割那个，一会儿进了一会儿出的。是面具人，我想说，哪有那么多的好机会让你天天赚钱呀？说实话，10天半个月你能抓住一波行情，那都已经算很不错了。天天让你买币，频繁操作，是怕你死的还不够快吗？而且面具人，我的会员们啊，你仔细回忆一下，我是经常会讲一些炒币范围之外的事情，比如国际局势、政治局势，还有一些防骗呀、跟人交流的心理技巧。来，你们仔细想一想，我讲的这些东西，对你赚钱、对你的人身安危、对你的事业发展有帮助吗？还是说你只是眼睛局限于今天买这个，明天割那个人呀，他要成功，一定是有成功的因素的。你不可能说你今天侥幸赚了10几个点、20个点，你翻倍了，你明天你就能成功了。我告诉你，钱呀，
来得再快，你财不配位，你是守不住的，明白了没？一个人能有多少钱，完全取决于他有多大的能力。否则呢，一个没能力的人，你给他再多的钱，也很快就会没有的。你们跟人做项目，一定要跟有钱人做，因为他有钱就证明了他会赚钱。穷人为啥没钱呢？因为他没本事赚钱呀，所以他穷。有钱人不缺钱，明白了没？穷人可是可以为钱没有底线的，这是现实因素导致的。就像人饿极了，老鼠都吃，这是一个道理。我们就拿郭文贵来说，几年下来，你们看一看郭文贵成就了多少人，多少的海外华人呀、反共的呀，靠着郭文贵吃饭。郭文贵捧红了多少人啊？郭文贵给了多少人赚钱的平台？路德、郭宝胜、阎立梦、曾红、安红，爆料革命的那些几十个博主、上百个博主，不都是靠郭文贵起家的？他们现在呀，还都靠这个养家糊口呢。还有喜币、季币那些的业务员、代理商，有多少人是靠这个赚钱的？他们现在呀，还都在靠着这个养家糊口呢。还有喜币、季币的那些业务员、农场主、代理商，多少人靠着这个生意赚点零花钱吃饭养家糊口呢？好，你说郭文贵不好，骗子，那面具人我就想问你们啊，骂郭文贵的那帮人呢？他们除了骂郭文贵骗捐打赏，他们有为别人提供任何一个岗位吗？他们赚到钱了，有带任何一个多余的人发财吗？啊，有带任何一个人跟着他们挣钱吗？有意思，有意思，真的啊！你们看啊，面具人我也是，哎，我不但我自己赚钱，对吧？我捧红的人也不少，你们可以看一看阿里、ABC， 还有其他的那几个博主，对不对？你觉得我的格局和其他的那些在网上吹牛逼的、说话不负责任的人比一比呢？对不对？啊，我从来不欠烂钱，明白没？哦，对，我刚才说了一下这个要说政治的事情啊，哎，再说两句郭文贵。你们看郭文贵喷的那些高官，什么王立军、孟建柱、刘延平都倒了，哎，就差王岐山了。面具人，我前几天还在会员群里面跟会员聊这个事儿呢，哎，好久都看不到王岐山的新闻了，嘿嘿，也不奇怪。你们仔细观察，王岐山的手下任志强呀、李子柒呀都倒台了。呵呵啊，李子柒还跟我有大过节，呵呵，我已经喷了他很久了，我终于也把李子柒给喷倒了。呵呵，哎，看来郭文贵说的这些事还是有一定的准度的，包括面具人我说的一些事情也是有一定准度的，对不对？啊，哦，对，我标题还说了习近平封城的目的在哪儿？说白了，跟那个经济和 IMF 发的警告啊，可以放在一块儿说，但是由于时间关系啊，我们还是要来说一下赚钱的事情。至于习近平封城的目的啊，我们下期或者以后的节目有机会，或者是在会员群里面可以讨论。最后，我来给你们说一下加密货币的走势啊。我个人认为，你看比特币从上一次大跌到32000，吓尿了一帮人割肉了，到现在啊，基本上是一低比一低高。而且呢，我看这个趋势啊，很快可能会形成一个小爆发。但在这个趋势形成之前呢，我个人认为啊，5月4号之前不会出现非常非常高的涨幅，可能会出现一些怪异的走势。大家可以略悲观一些，但这种悲观情绪不要太高，并不影响你现在买币，你现在依然可以小仓位玩啊。如果你对现在的这个币没有特别大的信心，那你完全可以跟着我去布局一些早期项目。包括前几天的 War Thindia 马上就卖完了6倍啊，它现在马上5月了是吧？6月份就会宣布代币计划，这个代币是只有持有箱子的人才能提前进场，能赚到大钱。如果你想要币的精准操作点位，包括参与面具人接下来的革新性项目的早期入场机会，以达到风险最小化、利润最大化，那就请下载 Line 或者 Telegram， 搜索添加 ID Maskman118，办理会员入群手续。又或者呢，你们也可以跟网上的那些群友呀，或者其他的博主呀，抱团取暖呀，互相探讨人情呀。但是面具人，我告诉你们，在币圈是没有人情可讲的，你信，你就是傻逼。
傻逼，傻逼，呸！哦，拜拜。